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帶觀眾朋友特別剖析：川普打開地獄之門了嗎？最新攻勢，伊朗的飛彈100%，他說已經可以完全的命中。打爆美軍了。另外，在美軍要擔心的部分，還有 CIA 的中東據點連環遭拔除，怎麼回事？巴林這時候緊急部署，竟然部署的是中國大陸的 FK2000防空系統。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做一個深入的剖析。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密好，各位朋友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密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關心我們的美伊戰事之前，記得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按下分享，並且按下熱推薦。希望跟我們互動的一樣，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回復觀眾朋友們的留言。那麼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按下加入就可以加入這個頻道了。那麼今天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呢，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第一個，川普喊說地獄之門要打開了，但是現在怎麼看起來地獄真的先降臨在美軍的身上呢？等一下我們會來解析，包括了伊朗的飛彈已經5天4次的襲擊美軍的基地，地下飛彈城現在呢這個基地的庫存甚至重啟了，難道美軍低估了伊朗的反擊能力嗎？第二件事情，現在是連美軍的第5艦隊所在地，也就是最近被狂轟的巴林都出現了，竟然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制的近程防空系統，怎麼回事？現在海灣的盟友是不是在重新美國到底有沒有能力保護他們，所以改用中國武器了呢？再來第3個事情，來看到伊朗現在精準打擊了美方 CIA 的秘密據點，背後還說有俄羅斯它的情報跟衛星做支援，如果美國的情報網真的被突破了話，戰爭會不會進入更危險的階段呢？今天就3個議題，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做深度的剖析。好，我們來看到最新進度是川普的放話，從現在開始，只要伊朗敢去攻擊任何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船只，川普說他都會直接報復。那他說呢，打擊的範圍也非常的廣，他會立即轟炸伊朗的民用的橋樑或者是他們的發電廠，並且揚言已經命令美軍接下來要打開地獄之門了。話是這麼喊，伊朗是立刻有動作了，立刻回嗆。如果川普敢炸他們的基礎建設，就會鎖定這一些美軍在中東的石油、天然氣，甚至是電力的設施，這些盟友們的設施，阻止任何一滴石油可以出口。伊朗的外長也怒嗆，會以眼還眼，任何侵略都會迎來最大、強烈、決定性的一個報復行動。立刻來看到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針對於美伊戰事做的這個直接的攻勢，伊朗已經5天4度的攻擊約旦基地了，一共是造成3名美軍陣亡，數十人受傷，多架直升機也都被摧毀。而且傳出呢，伊朗一共是發射了3枚的飛彈，分別命中了當地的機庫、營房、體育館。重點來了，伊朗說他們現在呢，飛彈的命中率甚至可以高達100%。而今天呢，我們就軍武面來看到一些具體的軍事武器，也就是德黑蘭最新祭出的這一款中程飛彈，它叫做城堡破壞者。好，它具有什麼樣的一個小檔案？我們來看哦，它採用的是固體的燃料，透過衛星可以做導航，甚至射程達到900公里以上。意思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覆蓋波灣的整個美軍基地的，配備機動重返大氣層的彈頭，所以可以閃避美軍的防空系統。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還說呢，除了使用這種中程飛彈之外，我們還搭配了各種的攻勢，也就是飛彈加上無人機。那麼飛彈的部分，他們也特別提到了，除了法塔之外，還有各式的飛彈。那麼見證者無人機，甚至是其他的巡弋飛彈也用上了。英國的軍官特別指，這一次伊朗的攻勢就叫做混合打法，混合了飛彈加上無人機來協同，做上一個史上最高的一個境界的打法。也就是先用低空的無人機來干擾他們的防空系統，最後再用高速飛彈進行精準的打擊。現在呢，美國要擔心的事情還有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報道，伊朗的地下基地已經恢復運作了。原本呢，赫格塞斯跟川普是說呢，這個地方的
這個飛彈庫存只剩2成而已，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的。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伊朗的地下飛彈基地全面復活，等於說我們剛剛看到的一系列新型的導彈也全部出籠了，而且這個伊朗他自己說的命中率100%高的驚人，到底用了哪一些新的戰術？而川普口中說他要開啟的地獄之門，會不會自己先走入地獄呢？酈將軍怎麼看？這個美伊雙方在今年6月中旬的時候，雙方簽了所謂的停戰的協議之後，那到現在為止差不多1個月的時間。這1個多月，美國跟伊朗這2個國家軍方分別在幹些什麼事情？我覺得美國是在準備這個回家休假了哈。你看到包括林肯號啊航空母艦，我們都講過很多次了吧？它上面的官兵已經200多天沒有休假，所以美國官兵心裡頭想的是不是這場戰爭告一段落以後，他們就可以回家了哈。那包括我們看到福特號也已經回去了，然後現在在美國波安，美軍在波安的一些這個空軍原來的預警機、加油機也都撤回美國本土哈。所以美軍很明顯的是在準備休假，但是這段時間伊朗在幹什麼？伊朗在挖它的導彈，從已經被這個轟它的這種地下的飛彈層裡面，再重新把它挖出來，包括無人機。那時候，這個美軍雖然說號稱對伊朗的這種無人機或者導彈的這種地下工事實施了大舉的轟炸，可是我們都研判你那個轟炸可能只能將洞口炸癱而已，那裡面來講很難損失到裡面。因為去年來講，我們看到美軍用了 GBU-57那種午夜重錘的行動，這個要攻擊這個伊朗的核設施了。但是那次動員了7架的這種B2 U-04轟炸機，但是投了10幾枚的 GBU-57，可是並沒有真的破壞掉這個伊朗的核設施，證明說是伊朗很多的它的武力它的戰力來講是保存在地下的工事裡面。所以美國如果你只大洞口來講的話，很難将它徹底的將它消滅掉。所以我認為這1個月的時間，伊朗在做的工作是在恢復它的戰力哈。那美國在這個準備要休假，所以2者之間我們就會很明顯看出來戰力的對比。那這次這個伊朗美軍為什麼可以100%的命中這個伊朗命中這個美軍的這些營房設施呢？而且命中率分別達到100%哈，它發射了3枚的導彈，同時命中在伊朗的在約旦的彈藥庫、機房還有體育館，那造成這個3名美軍官兵的陣亡。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哈，當然伊朗的導彈它有可能有某些國家給它一些新的技術，讓它能夠精進，譬如說是它可以避免更多的干擾哈。電子干擾對它來講沒辦法干擾。第二個，它的導航設施來講會更精準所以它可以命中得很精準。所以它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伊朗在這導彈技術已經這個不是說是去年這個跟以色列互打的時候那種導彈的技術，它可以打得非常精準。第二個，當然我認為說是美軍來講的話，它的攔截的技能已經這個很明顯的衰退了。我們之前美軍用的都是所謂的愛國者或者是近程來講的話，它可能用霍克型的導彈來對這些導彈來實施攔截或無人機來實施攔截，但是很明顯的看出來是不是美軍來講愛國者導彈已經很明顯的不足，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在波斯灣地區可以說是遍地烽火，除了波斯灣周邊的國家科威特、這個沙特、巴林、這個阿曼這個阿聯酋等等這些國家之外，現在戰火已經分別又燒到了約旦那北邊來講燒到了伊拉克、敘利亞都被燒到，所以它在這麼多的基地都可能遭受到攻擊貝多利分，你每個地方都要防備，那很難的說你每個地方都準備充裕的愛國者這個導彈來實施防禦，所以難免就會有空隙那再加上你的導彈成本又這麼貴，所以我覺得美軍的這一波這個被伊朗打擊，確實損失是非常嚴重。那後續會怎麼樣呢？我認為川普來講的話，現在戰也不是，退也不是，退的話他可能會這個伊朗一定會乘勝來跟他在乘勝追擊在談判桌上面會要的更多包括到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
這我想這是伊朗說他要達到的一个最大一个目的，就是以後荷姆茲海峽掌控權在他。好，那所以我們就看到說，伊朗他現在呢，在他的這個飛彈城在復活之際，各式的飛彈，我們剛剛也講紛紛的出籠之外呢，他的剛剛將軍幫我們講到了嘛，技術也變得更成熟，甚至精準度，伊朗號稱已經可以達到100%。那接下來這個。海灣國家他們要怎麼辦呢？於是呢，是不是就使用了中國製的近程防空系統？等一下，請賴老師來帶我們看。不過我們先來關心到這個，現在在一個美軍的另外一個伊朗的另外一個王牌就是現在的巴林了。它不只呢是第5艦隊的所在地，更是美國在波灣最重要的一個軍事上面的樞紐。但是呢，最近的事情就是我們看到影片這個巴林的基地一直受到攻擊之外，雷達設施也遭到摧毀，甚至前幾天伊朗還宣布成功摧毀了這個亞馬遜中心等等。公開的畫面就現在最新出爐了，竟然是看到巴林的沿岸開始部署了中國製的 FK2000近程防空系統，而且呢，一共是3套。好，帶觀眾朋友也看到這個防空系統的一些基礎的小檔案 ，CG 上面包括了飛彈、機炮，它是混合來做的一個防空系統，整合了包括了雷達、火控雷達、光電系統，搭載12枚的防空飛彈，還有6管機炮，甚至呢，它主要是專打無人機呀、巡弋飛彈，還有低空的精準武器等等。怎麼回事？為什麼突然間用了中製武器呢？賴老師怎麼看？這個美國一定很驚訝啊，因為美國到底事先知情還是不知情啊？我想，巴林向中國大陸採購了這3套啊，這 FK2000。的近程的防空導彈，因為我們都知道，你要使用這樣的一個高精密的一個武器，它並不是1-2天就能夠把人員訓練出來的，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去受訓、講解、拆解、維修，甚至還要進行多次的實彈的射擊，它才能夠確定能夠使用這一套的武器，所以它的時間是比較長的。那問題就在於之前美國知道還是不知道？那美國如果不知道，對美國來講，一定是非常的震驚。那第二個部分裡面就是說，如果這套武器在實戰中有效的話，那這個對於整個海灣國家會產生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因為我們都知道，海灣國家已經有若干的國家向中國大陸買武器了。例如說，我們知道沙特阿拉伯，它有跟中國大陸買導彈啊，也有跟中國大陸買防空的一個導彈，還有買這個彩虹的無人機等，它已經買很多類型的。最近像埃及也在跟中國大陸談有關於買戰艦的問題，甚至海灣國家也有一些國家也在思考要向中國大陸買戰艦的問題。那如果說今天這套防空系統在巴林的使用是有效的話，那相信會有更多的海灣國家就爭先恐後了向中國大陸買了。為什麼？因為這個愛國者導彈去打無人機，這個真的是我們講用大炮打小鳥，因為第一個太貴了，第二個數量不夠，第三個就是美國目前來講生產製造能力在供應方面也緩不濟急，這個對於巴林這些國家來說，如果繼續使用愛國者導彈，真的是在經濟上是不划算。第二個呢，就到底能不能這麼有效？因為目前看起來是無效的，很多地方都被突穿了。所以對巴林來講，它需要一個近程的。這個近程呢，也就是說，在距離1.5公里，1.5公里很近了，我們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這個導彈，也就1.5公里到25公里左右的這樣的一個的武器，你要把它擊落，而且它的高度並不高，12公里左右啊。問題是在於如何有效的把它擊落。中國大陸把這些所有的武器整合在一輛機動車上。就是8輪乘以8的這個，也就是2個8輪的車輛的這樣的一個機動車上的時候，你會看到它的機動性很強，它的布防能力很強，還有就是它本身每一輛車兩側總共有12枚的這個導彈，是，也就是防空導彈，還有機關炮，所以它本身對於來的比較慢速的它並不是對於超高音速的導彈有效，因為它的效能已經講得很明白。對於無人機，尤其自殺式的無人機，以現在伊朗它所使用的自殺性的無人機，它會產生很有效果。第二個，對於巡弋導彈，因為我們都知道巡航導彈它的
飛速是亞音速的是比較慢，所以它也會產生效果。另外對直升機，當然這次伊朗沒有直升機啊，沒有用直升機作為主力，但是如果對直升機也有效果，還有對精準的炸藥也有效果，所以它的效能事實上是蠻強大的。以伊朗現在的主力來說，以巡航導彈跟無人機來講，那這塊防空近程的防空武器，它就會產生足夠的效能。我個人認為，一旦在實彈中擊落了伊朗的幾個自殺式的無人機，或者是擊落了它的一些巡航導彈的話，那當然會引起海灣國家那麼向中國大陸下更多的訂單了。好，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这些海灣國家認為說美國真的沒有辦法保護他們，他們現在自己轉向多加的使用中國大陸的武器系統來自保。那另外呢，其實不只是波灣國家非常緊張之外，美國現在在波灣地區的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要很緊張了。最近發生的事情是路透社自己爆料的，他說呢 ，CIA 在波灣多達10處的秘密據點竟然遭到了伊朗精準打擊，其中光是3月份，我們來看到美國駐沙烏地的大使館遇襲是最受關注的，當時伊朗先用他的見證者無人機炸開了外牆，再派出第2架無人機，沿着缺口又深入的做了攻擊。現在外界懷疑說，他可以打得這麼精準，是不是有俄羅斯的幫忙？俄羅斯的衛星導航跟情報資源來去打到 CIA 內部去了呢？而 CIA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擁有許多內部很重要的設施，這當中設施包括了安全屋、情報中心，還有監控後勤點。現在最擔心的是，如果 CIA 被打穿，美國的情報網被破壞的話，這一場中東戰火會不會變得更加失控？楊老師怎麼看？其實，在就是剛開始的時候，美伊雙方的戰爭2月28號到4月6號的這段38天的這個期間，它陸續到了後期，針對就是在伊拉克巴格達首都的美國大使館的這個轟炸，那的確重創了美國在這個邊的整個指揮中心，還有就是 CIA 的總部。那因為那個美國大使館非常龐大，它裡面都還有這個停機坪，眾所皆知。那可是其實 CIA 在這邊的活動，尤其是在巴格達美國大使館，其實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作為它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指揮中心。因此呢，它整個防範也非常的嚴密。平常的時候，其實就算以色列跟這個伊朗在交換飛彈的時候，伊朗也不會去刻意去打巴格達的大使館。但是到了今年3月開始，伊朗還什麼客氣的，也不保留了。他當然知道，尤其是2月28號。整個哈梅尼和另外48位的高層被炸，那當然他們認為這就是 CIA 跟摩薩德的這種，就是說整個滲透伊朗所獲得的情報才會有這樣子的效果。所以那個一方面是等於是沒有什麼忌諱，跟美國開戰；另外一方面呢，當然也是一種復仇，就針對 CIA。我是覺得現在在路透跟西方的媒體總是認為說，俄羅斯的協助一定有某種程度，因為你看到最近這一波，伊朗去打約旦的這些美軍基地，真的非常精準，那看着有一點覺得精神亢奮了。但是他的這種就是擊中，使得當地的美軍都已經就是沒有任何的防備。那這樣子的情報的精準，伊朗自己本身做得到嗎？所以他們就合理的推論，其實的確。俄羅斯的航太軍以及它的情報、衛星情報，是不是有提供給伊朗？我覺得是可以合理的懷疑的哈。尤其是你像是美軍的部署啊、活動的這些分析啊，特別在約旦，因為它在前面階段被炸的時候，它很多的基地設施都移到約旦這邊來，那當然約旦也就容易變成一個這個標的。那另外就是 CIA 在這邊的影響力呢，我覺得還是不要輕忽了。因為摩薩德它的影響力還是在的。那美國的 CIA 跟摩薩德，事實上，你在這個區域，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整體。好，那另外就是美國的中部總部在這邊所做的相關的這些情報，那是屬於軍事情報方面，我覺得其實大概仍然有它一定的這個布局哈。是。因此 CIA 中部總部、司令部以及以色列的摩薩德，我覺得這3個之間呢，在這個區域當然還是有它的影響力，可是都被打成這個樣子了，當然。跟以前完全不能比，他現在要到伊朗再去做大規模的這個暗殺行動，我覺得大概已經很困難。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中東戰火都還沒有停息，現在是不是川普又要對第8國來開戰了呢？消息一出，震撼全球哦！難道川普從中東一路要繼續打，打到非洲去嗎？美軍恐怕再陷泥淖當中。而反恐，他說目的是要反恐，是不是假的呢？這背後我們要來拆解，是否有美中搶礦的這個利益之爭呢？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做深度的剖析。好，來看到川普說的，有可能要增加一個新的軍事行動了。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獨家披露說，川普呢現在正在評估接下來是否對非洲國家馬利來派遣美軍打擊當地的基地組織，主要就是要打擊他認為是當地的恐怖組織哦。那麼，如果計劃成真的話，代表是川普的第2任期內，這是他要軍事介入的第8個國家，從包括了伊朗，先前我們談的也門、委內瑞拉，一度現在要擴張到非洲國家去了。表面上，川普說：“我今天要出兵，原因是為了反恐。”但真的是嗎？所以今天帶觀眾朋友一一的來拆解。我們先來看到馬利這個地方，不只有恐怖組織，它也是非洲的一個資源站的最前線。馬利其實長期被這個恐怖組織威脅，包括了這個當中有這個穆斯林組織跟伊斯蘭等等的組織武裝勢力，在近年不斷的在當地擴大。那麼根據了解，他們不只是攻擊當地的政府軍而已，並且也掌控了該地的礦區，尤其呢，他們會去開採的是當地的黃金哦。那麼透過非法採金獲取了資金之後，來購買武器，他們就可以招募一些新的成員加入他們，所以形成了一個叫做礦產養戰的一個模式。那馬利之所以備受關注，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它背後擁有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首先呢，我們來看到呢，它是非洲最重要的黃金生產國，並且裡面呢含有豐富的鋰礦甚至是這個非常多的其他的資源。那在當地呢，剛好現在我們知道這個 AI 佔全球的電動車佔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家就會爭相來馬利這邊做開採。那尤其中國大陸早就已經在馬利這邊西非國家開始做了布局，包括了中國大陸一家非常大的鋰礦企業早就已經正式跟馬利的大型鋰礦合作簽約了。那麼現在中國大陸來看到它的鋰礦持有量，預估到2030年可以達到將近40%的持有權，也難怪現在美國要這麼的緊張嗎？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了？有可能川普出兵打所謂的第8個國家嗎？出兵的原因，表面上說是打恐怖組織，這背後會不會如果來做拆解，跟中國大陸要拼打資源戰有沒有關係？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有關係因為我們都知道馬里這個地方是過去是法國的殖民地之一，也是法國的勢力範圍。但是在2022年的時候，法國被整個趕出去了法國在裡面介入了10年的他們的內戰，最後打不贏後來法國人就撤走了，撤走以後就撤到阿爾及利亞跟這個俄羅斯的部隊就進行了合作的一個計劃。但是到目前為止，法國的勢力就進不了這個馬里了。現在馬里本身的政府有效的控制，但是內部裡面確實是有蓋達組織、基地組織，還有極端的這個伊斯蘭組織都在裡面，派系部落很複雜美國現在是假借要用反恐的理由要進入馬里，其實他是想要對於當地的政府軍政府構成影響力、構成威脅，然後來取消或者是透過威脅的方式要他去改變跟中國的合作計劃。中國跟馬里的合作關係其實由來已久，而且中國的做法跟歐美人的做法不一樣。法國人他們是採用軍隊去控制這個地方，扶持他們的政府，然後去掠奪他們的資產。所以不但有法國的礦業公司、加拿大的礦業公司都進去，他們是採用這種方式。美國看起來也是西方的國家，他們也會採用
這種控制政府的方法來去掠奪資產，這是歐美的國家的採用的方法。中國不是，中國是先幫你解決問題。在馬里有一個傳說啊，不是傳說，是有一種樹，他們叫中國樹。這個中國樹呢是治什麼呢？它味道很苦，它的葉子很苦，但專門治瘧疾的。瘧疾這個在當時在馬里，它肆虐了很久。那中國幫你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我種瘧疾，我種這個樹來，我把樹引進來，到處種這個樹，然後讓你解決你的瘧疾問題。所以他就已經贏得了這個居民的好感。另外，他的這個礦業的一個合作，我舉一個例子：2024年的時候，你剛剛講的鋼豐企業集團就標下了最大的這個鋰礦啊。那現在美國很眼紅，是因為電動車，電動車它所要用的電瓶、電池、鋰礦是重要的材料，還有電動車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就是銅，而馬里也有銅啊，因為我們都知道電動車它是用線牽拉的，所以它銅也成為一個電動車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那這個部分裡面，絕大部分的礦業都是掌握在中國的手中。是。那今年2026年的1月，紫金我們都知道，福建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紫金礦業公司，它目前來講是中國大陸最賺錢的公司，它用完全現金的方式買下整個金礦，就是他拿到的金礦權是用現金支付，那你想當地政府當然很開心嘛，所以紫金礦業也進來，海南礦業也進來了，海南礦業也就是跟他們的鋰礦來合作，那中國大陸採用的一個方法就是說，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中央政府合作，然後在這個地方採礦的時候，也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不過歐美人他們老是用慣常的一個手法，說你污染大地，然後要發動這些所謂的環保人士去抗議。但這套方法在非洲效果不大。他能夠拍一些畫面，在國際輿論上，然後再透過西方的媒體來去譴責那個中國大陸。但是當中國大陸的發展跟地方跟中央政府的利益結合的時候，那它的基本上的關係就比較牢了。所以我覺得歐美人採用的這個輿論戰的方法，然後再採用去顛覆你國內政府的方法，我覺得這個通常都會陷入不斷的內戰。好，所以這背後這一場川普可能要打的第8國戰爭，背後主要就是一場戰略資源戰。那美國試圖希望能夠控制軍政府，也阻斷軍政府非洲的軍政府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那川普真的會去打這場仗嗎？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打下去的話，就等於一路從伊朗、委內瑞拉，甚至到非洲國家的馬利去，他會不會再讓自己陷入這一場泥淖當中呢？那酈將軍要怎麼看？我們講說師出有名哈，那美國這一次如果說是川普要出兵薩赫爾地區來講的話，他用的是什麼名義？他當然打的招牌叫做反恐。可是第一個，你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你這個反恐只是你這個準備搶鋰礦的一個理由而已了啊，因為薩赫爾地區其實這個。他們裡面的國內的形勢非常複雜哈，薩赫爾總共包括3個國家，包括到尼日、布吉納法索還有馬利這3個國家哈。這3個國家裡面，第一個他們自己本身的政府都是軍政府，它不是民選的政府。那第二個，他們這個地區裡面有很多確實不錯，是有很多的美國稱他們叫做恐怖組織，也就是我們講的 ISIS， 還有這個所謂的基地組織等等這些哈。美國稱這些組織是這個恐怖組織，可是你要知道，這些恐怖組織，它在當地來講的話，它跟在中東地區是不一樣的，因為中東地區的組織，這些所謂恐怖組織，它具有攻擊性，它會對全世界發動聖戰。但是在西非這個地方來講的話，他們這些組織可能他們要求的只是2個目的，第一個就是說，他要求地方治理單位要按照他們伊斯蘭的律法來實施治理啊，但是並沒有要對全世界發動聖戰的，也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意圖哈。那第二個，我認為這些基地組織他們大概要求的就是要有錢了哈，所以他們會去跟軍政府來講爭奪礦產。所以事實上，這地方的老百姓他會受到3方面的壓力。第一個是軍政府對他們的壓迫力量，第二個是這些恐怖組織對他們壓迫力量，第3個你知道是哪邊嗎？不就是俄羅斯的所謂的這僱傭兵哈？是，因為是軍政府，因為怕自己能力不夠，所以會跟俄羅斯聘請一些僱傭兵。那這些僱傭兵也會在當地攫取他們所要獲得的利益。我們經常講說血礦。血脈礦哈，血鑽石哈，就是把老百姓
壓迫去挖這些礦產來獲得當地的或者他們自己本身的團體的利益資源。那美国這次川普很明顯的，因為中國在這方面來講已經經營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我特別要強調哈，尤其是馬利這個國家，它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大的鋰礦的礦產國家哈，礦源的國家，它沒有產出來，它是這個礦產非常豐富，是世界第一大的蘊藏量。那中國來講，這方面已經投資進去了，所以川普當然要搶奪鋰礦，因為未來我們知道所謂能源，你如果電能來講，你要儲存能源、儲存電能來講的話，你就少不了鋰這種元素。那中國因為在這方面已經投資了，那美國我認為川普這次來講，他就是借着反恐為名，他主要就是想要這個干擾或者是挾持地方的這些軍政府，來避免中國來獲取這些鋰礦的資源。但是我認為美軍來講，這次他可能沒有能力再踏入這個戰爭的泥淖裡面哈，否則的話會這個永無脫身之日。好，所以我們現在也持續關心說，美國為什麼要打這一場仗？剛剛酈將軍也幫我們特別看到了嘛，現在科技戰大家要做這個電動車，所以一方面川普希望能夠介入這邊拿到鋰礦，那另外一方面，這背後是不是也是他希望能夠掌握政治籌碼呢？再來就是說，他希望掌握這個政治籌碼，如果出兵，美國真的有能力拿下這個地方嗎？我們先來看到說，他為什麼要介入，就是因為也跟政治也有關係的。現在呢，川普面臨的是期中選舉的壓力，而且民調60%美國人不滿他的經濟表現，甚至是連 Mega 派也都不挺他了。他們認為現在美國國內的通膨、物價、經濟狀況很不滿，所以或許川普希望能夠發動一場戰爭來提振甚至是轉移國內的注意力。但是我們也問的第二個問題說，他有沒有能力再繼續打呢？這一場戰爭，要知道過去曾在阿富汗，美國投入20年，耗資數兆美元，也都沒有辦法來穩定當地的局勢，再陷入另外一場戰爭，還有加上現在美國陷入了中東戰事等等，美國真的有能力繼續打下去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美國沒有能力打，美國人現在連打伊朗都沒能力了，那怎麼可能會再去打馬利呢？馬利這個法軍打不下來，然後呢，當地的政府軍以及就是一些甚至俄羅斯這個應該也算僱傭軍吧，那其實都在這裡面深陷泥沼，那這裡面其實錯綜複雜。2021年政變，去年他整個就退出西非的經濟共同體，這裡面的混亂，其實真的這些各個勢力只求自保，然後整個基礎設施非常的落後啊，然後彼此的這個仇恨，部落之間其實很複雜的。這個你可以想象得到，這個其實比打阿富汗簡單不到哪裡去。所以我覺得美國太低估就是說馬利的這個情況。那他為什麼覺得就是可能放出這個風聲，放出風聲可能要去平衡在伊朗的這個情況，也許是不是真的去試探說有打這個可能性。是。第二個就是這裡中國大陸這個鋰礦其實是的的確確是對美國而言，它現在全球也都在去跟中國大陸有關於所謂的這個關鍵礦產要去動腦筋。你看，舉例而言，稀土就是一個，但稀土大概只能現在在西方，在巴西，在蒙古或者是在日本的那個南鳥群島。然後呢，鎳礦是一個，那這是很清楚，在印尼，對不對？那可是我覺得背後都會有美國的這個身影在這邊，所以它可能是從一個跟中國競爭的這種稀有礦產的這種爭奪或者是攔阻，但是這個就太遙遠了吧？你要揮兵進入到馬利去拿下馬利，我覺得這個報紙也真的某種程度也大概是刻意製造出來的一個新聞了哈。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情況會提醒到所有美國當初在反恐戰爭以及從阿富汗到伊拉克的這些問題，為什麼法國打不下來，俄羅斯拿不下來，那而美國就可以拿下來？我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美國也拿不下來，而且美國可能會更淒慘。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我們會來看到是沒有中國，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下去嗎？川普說呢，接下來要全面斷中鏈，中國的中哦，所以現在呢，告急的產業包括了鋁業、軍工、車業、造船4大命脈同步告急。今天就這個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深度的剖析。觀眾朋友歡迎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說斷了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強盛，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會失敗，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互動。川普的這場去中化，當時從晶片一直到稀土，現在正式擴大到了國防的供應鏈。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的國防部接下來會收緊採購的豁免規則，限制這些國防的承包商。他說啊，接下來你們都不可以再採購跟中國大陸有關的關鍵的礦物跟原料了，這當中包括了鋁哦。川普說呢，這個鋁的製造廠我們也要自己來做，那所以呢，他就鼓勵外資來這邊設廠造鋁哦。那我們看到這個鋁目前的狀況是說，50%的這個鋁關稅，再加上伊朗戰火的波及呢，在美國當地啊，鋁已經飆升到每噸$6100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鋁溢價已經接近到翻倍的關稅去了。所以我們剛剛提了嘛，川普就說，那外資們你們趕快來這邊投資吧，如果你們願意來這邊設廠的話呢，我們的關稅就會從50%直接降一半到25%啊。但是關鍵來了，這些外資會願意來嗎？因為要知道你需要在這邊建鋁廠的話，你需要大量的水，還有大量的電等等。那美國現在這些資源的成本又這麼的高，那這樣總計起來可能要花費數十億美元才能投資哦。那而且這個回收率呢，可能長達10年之久。那外資還願意來嗎？這個就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外資還沒有來之前，我們看到，因為川普的關稅對鋁課徵了50%的關稅，現在美國的企業早就已經叫苦連天了。這些企業包含了哪一些呢？先來看到美國最大的鋁公司這一家，他說呢，在關稅成本之下，他光是 Q1第一季的這個損失就高達了2000萬美元。其他汽車大廠也拉起了警報，這當中包括了福特汽車還有 Tesla， 他們說面臨採購成本大增，原因就是鋁庫存已經不夠了，拉起了警報。每輛汽車成本在美國現在呢，增加了大約是每台400美元，新建案住宅平均也會增加大約是1萬美元左右。那現在怎麼辦呢？包括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更是收緊了對美國稀土的出口，光是上半年稀土就大減了20%，一沒有稀土的，直接衝擊到的就是美國的軍工了。包括了這一家製造無人機推進馬達的公司，因為這個稀土短缺、磁材短缺，它的訂單被迫延期，最多達到2個月。再來這一家美國的國防公司，它生產飛彈紅外線感測器的，沒有了這個鍺的庫存，已經降至安全的庫存，對於他們的生產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壓力。部分的这個國防材料的價格已經飆升到限制前的5倍以上，甚至有一些關鍵的材料暴漲，達到了60倍的一個價格。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現在川普說了，我們要全面的斷掉中國供應鏈，國防承包商也禁止購買中國大陸的材料，還祭出希望外資來蓋鋁廠等等啊。那麼投資的金額會非常多，可能達到數十億美元，這些外資還會來嗎？川普的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旁邊的這些公務人員或者是他的顧問，我覺得他們本身真的是有問題了。他們不食人間煙火，或是他們對於美國的業者啊，他們的情況真的是了解不多。像納瓦羅，他就認為說應該對中國大陸全面性的制裁，要全面性的斷供等等的。可是他不知道美國的本錢到底有多少，美國的底剩下還剩下多少？您談到有關於鋁，例如說冰箱要鋁，鋁門窗，我們講的建築業要鋁，汽車工業要鋁，有多少地方它都需要鋁，造船業要鋁，飛機工業要鋁，到處都是需要鋁的這個製品。可是問題就在於你美國，你想把鋁業把它拉到美國來，大家要問的就是說，你的礦產的開採跟在印尼或者其他地方的開採成本到底差多少？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
你的水資源夠不夠？你的電的成本高還是不高？你的本身的這些勞工的水平高還是不高？能不能募集到足夠的勞工等等的？那再加上運輸，你所有的這些都計算在內的時候，我想很多人他就會開始去思考了，說那我把我的工廠搬到美國來，在你美國的鋁礦產的區域裡面來設，那你這些基礎的設施、配套措施、交通運輸，我整還有就是你的工會的影響，你的電力的價格，你的人工的價格什麼等等，甚至最重要就是說你的勞動力能不能充沛的供應，這些都不夠的情形下的時候，那他算完了，你的關稅減25%，怎麼會有吸引力？沒有吸引力的。既然沒有吸引力，他怎麼會去設廠呢？所以你看，川普的這個關稅戰已經打了1年多了，打到現在沒有幾家公司回到美國去設廠啊。包括美國自己的公司都並不多回去美國設廠，更不用講外國公司跑到美國設廠了。那這樣的情形對於美國來說的話，你的所有的關稅政策事實上是失效的，因為你沒有辦法激起你的公司跟外國的公司到你美國來投資，除了台積電以外。好，現在的情況就是美國你非但吸引不了，而且你的關稅是國內廠商自己吸收，所以為什麼美國的汽車業者他們會叫苦連天？就是因為是你美國的進口商吸收嘛，怎麼會這個道理？你川普到今天還是不懂呢？那我個人認為，以川普的目前的一個做法，他事實上要跟中國大陸切斷關係，他做不到，而且對於他來講，只會讓國力更加的衰敗而已。好，所以川普執意要切斷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那現在受害的就是最直接就是企業嘛，他們叫苦連天。那現在怎麼辦？哪一些企業影響有多深？對於美國企業的影響，重創到底又有多大？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先講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自己開的車子，這個不小心這個自己擦撞到了，後面屁股被擦撞到。那我想說，一個凹進去一塊嘛，這個認識的這個修車的朋友打電話給他，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鈑金一下？他說你那塊這個他先確定一下是鋼還是鋁的，他叫我拿一個吸鐵去吸吸看。他說吸鐵吸吸看，如果吸得住的話，就代表是鋼材，那可以鈑金；如果說是吸不住的話，那代表鋁那你可能整片都要原廠換掉，那成本那修起來工資就很高。那後來我才了解到，原來很多汽車現在來講，它不用鐵它用鋼啊，用鋁。為什麼用鋁呢？因為比較輕，就跟飛機一樣。飛機為什麼要用鋁？它比較輕嘛。你想想看，如果一架飛機那麼大，如果都用鋼來制造的話，那飛机重的可能就起飛不了了。那汽車用鋁來講的話，它當然可以更省油這個跑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為什麼這就是福特 F150的皮卡原來是用鋼打造的車身，現在要用鋁，因為它可以更輕、更省油。那其實鋁的用途不止在民生方面，不只是汽車而已。我們經常包括喝汽水的你的易開罐包括你的洗衣機包括到這個烘乾機等等來講的話，都少不了這個鋁這種元素。那甚至於更高一層來講的話，包括軍工業導彈啊，或者是這個戰機啦更少不了鋁。所以鋁的需求對美國來講的話是非常的至關重要的，但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這麼至關重要的這種鋁這種材料來講的話價格會飆漲到每噸到$6100 ？$6100是什麼？是已經是翻1倍的漲價了。對，我第一個原因是美國自己對於鋁提煉的冶煉的技術已經這個萎縮了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這個鋁冶煉的工廠有22家工厂在冶煉，那到今年只剩幾家？只剩4家，所以它自己產能很明顯的不夠。那原來它可以每年可以到達煉出370噸的鋁，現在來講每年只能煉67噸，整整少了將近快360噸，所以美國自己能源不夠。第二個當然跟這個波斯灣這次的打仗有關波灣戰爭，你知道這個中東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鋁冶煉的這個產能占9%有2個大公司了，一個是位於阿聯的環球鋁業，一個是位於巴林的鋁業這2家公司是分別占了全世界鋁冶煉的9%，產量是非常大。但是由於這次這個波灣戰爭，它遭受到攻擊，然後荷姆斯海峽又被封鎖，所以它冶煉出來的鋁很難再運到美國去，這也是造成鋁漲價的第2個原因。第3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也是美國自己搬
搬石頭砸自己腳，他自己搞關稅。這個第一季來講的話，就是我們這邊講第一季，它因為增加關稅啊，你自己這個鋁你本來就要進口啊。我們這個川普不是他原來鋁的這種進口大概就關稅只有25%，他把它提高到50%，你這不是搬石頭在砸自己腳嗎？所以說你美國因為提高關稅，然後造成自己的成本增加很多，所以這個第一季來講的話，有一家美國鋁的這種巨頭來。產業界的巨頭來講，他光這個成本就損失了2000萬美元，所以我覺得美國自己這都是他們自己搞的，川普自己搞的，自己又要打仗，自己又要降關稅，然後自己產能又不夠，所以未來是不是有很多的這個製造業來講的話，你就必須要跟中國結合在一起，不然的話你自己來講的話是很難這個自己滿足自己的需求。對，好，所以。這樣整體來講的話，川普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做到美國製造呢？因為真的很矛盾哦，他這個美國缺鋁，但是他還是要斷了這個來自於其他國家課高關稅哦，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呢？那另外我們也看到說，其實美國要發展製造業，現在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缺工的問題。那尤其呢，我們看到在海上哦，一年中國大陸可以造1000艘船，美國只有個位數，一年只能現在預估3艘哦，這是來自於最新播客中國大陸的一位播客的說法。那我們也來看到說，目前的美國職缺的部分，750萬個製造業技職缺都是找不到人的，光是海軍潛艦的建造就缺了40萬名的焊工，還有電工，還能夠去中化嗎？那楊老師怎麼看？美國要製造業回流，做得到，很少部分做得到，基本上應該就是高附加價值的戰略產業，也就是他願意花大錢，然後呢，整個相關的設計、製造到使用，客戶都是自己美國人，那因此呢。特別像是半導體或者是 AI 以及生物製藥等等之類，他就把這些高附加價值、成本高的維持在自己本土裡面，繼續的賺錢。這個也許他做得到，其他的我覺得完全做不到。那第二個回答問題就是有沒有可能跟中國去切斷相互的，就是這種製造的關係哦？那我覺得基本上完全不可能。而且你看昨天。王毅跟 Rubio 在馬尼拉的會議當中，其實就已經確認了9月份，習近平應該會前往美國訪問。那這樣子的一個框架建立起來之後呢，美國基本上就是把他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他要把它框起來，其他的部分大概都維持之前的全球化跟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其他的部分為什麼做不起來？哈，3大因素很簡單，其實沒有原料。你剛剛講了鋁啊、鎳啊、鋰啊。第二個。這個沒有原料之外呢，它也沒有這個稀土關鍵的礦產，那這個是第一個。那第二個，那思敏剛才講，沒有工人，沒有技術人才，最重要沒有技術。鎳、鋁、稀土這麼簡單，你挖出來就可以用嗎？這個就是證明，其實這個技術才是真正的關鍵。中國掌控這個技術啊。那第三個呢，也就是它根本沒有那個完整的。這個所謂的產業鏈，對啊，生態系啊，以及群聚的效應，因此他就希望說，把台積電，因為台積電代表不是只有一個廠，台積電代表是整個台灣的半導體的產業，整個都往美國移，那個是一個產業鏈，一個生態系的移動。那他在這個方面倒是做的，就是說不錯。應該講他做的不錯，還是我們台灣配合的不錯？這個剛才賴老師的態度就告訴我們。所以呢。這方面也許他真的做得到哦，你花大錢，然後呢提高成本，可是其他的部分呢，我覺得他很困難。那至於說你要跟中國去脫鈎斷鏈，這老早已經確認。其實10年之前他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孤島，讓中國的科技發展這個停滯，結果10年之後呢，你就看到其實變得孤島化的呢，反而是美國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
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中美之間的科技戰，我們今天要來看到 OpenAI 自主越獄偷機密啊，結果呢，美系的 AI 是集體拒絕處理這一件案子，倒是中國大陸的智譜 GLN 5.2火線救援，到底怎麼回事？今天就這個些議題，我們做深度的剖析。好。如果說呢，過去幾年全球 AI 最大的神話，大家可能會想到說，是不是 OpenAI 呢？但是今天這一起事件變成是可能是 OpenAI 跌落神壇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我們來看到，因為 OpenAI 的最新一款 AI 代理模型在測試當中呢，自主的突破了它的沙盒限制，駭入了全球最大的 AI 的開源平台 Hugging Face， 甚至還竊取了其他模型的資料，只是為了說讓測試可以變得更漂亮。這件事情爆發之後，美國主流的商業 AI 的模型呢，由於內建資安防護的機制，都集體拒絕處理這個案子。倒是奇怪了，中國大陸的智譜 AI 這個時候跳出來幫忙處理了。好，我們來看到是中國智譜 AI 的這一款GLN 5.2切入了惡意的記錄裡面，數小時內完整的溯源分析，處理了它鎖定的攻擊路線 Hugging Face 的這個攻擊路線，還還原了整體的入侵手法，把這個攻擊的過程都給處理好了。換句話說，美國 AI 闖禍 ，OpenAI 闖禍，自己的 AI 沒有辦案，但是最後靠 AI 中國大陸的部分來收拾殘局，成了這一場資安危機的救火英雄。那賴老師怎麼看？因為美國之前一直不斷強調中國大陸的 AI 有這個資安的風險、安全疑慮等等，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很特別啊，他都先故意攻擊你、栽贓你、抹黑你，然後逼着你採用防衛的態度來去解釋說我沒有這樣做，我沒有，然後美國就占有所謂的道德的優勢。其實美國人自己幹的都是他指控你的所有的事情，這就是美國人的手法，就是說我幹盡所有的壞事，但是我先告訴你，你幹了我幹的事，然後就沒有人去注意到他在幹壞事。每個人都在注意說，哎呦，那中國大陸被指控，那應該中國大陸有問題。那大陸這邊就開始去解釋說他沒有，那你要自清。可是自清你已經被抹黑了，自清的效果都是有限的。但是我本身就是幹壞事的人，我卻安然無恙，這就是美國慣用的一個手法。那 AI 本身最被擔心的就是它的資訊安全的問題。而且中國大陸在發展 AI 採用開源的時候，就是不願意用美國人的閉源，就是因為美國的閉源的方法，也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清源頭，你也不能說，你也不能管，你也不能切入。那所以大家都看到證據，他們已經駭進來了，證據很明白，可是沒有人敢說，大家都嘴巴閉起來，就看着他怎麼去作惡，怎麼去肆虐，一點辦法都沒有，而且也都不敢講。為什麼？因為他閉源的。那中國大陸的做法，這一次智譜就表現得非常亮麗了，因為智譜本身的專長就在這裡，它可以長遠的、長程的去監控，而且可以還原你的路徑，而且可以把你的被傷害的文件整個都還原過來，所以它本身很快的就抓到了這個 OpenAI 他們本身所做的這些事情，也就是他們已經越獄了，他們開始去入侵這個別人的資訊庫了。然後，所以它的源頭整個路徑都被這個智譜所整個掌握，整個掌握以後把它還原出來，還原完了以後就告訴大家路徑就是他做的，接着他幫他建立起一套防火牆來，幫他把被入侵的資料都還原回來，這等於是他解救了被攻擊、被傷害的。所以美國的資訊業者知道，事實上是中國大陸救了他們的命，而他們被殺以後還不能叫苦，也不能叫痛，因為他們本身就在幹壞事的人。那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看到國際間就是這樣玩。那您想想看，剛好這件事情發生，而智譜做了這件事，拯救大家的命，拯救硅谷人的命。那剛好中國大陸就在聯合國的第一屆全球智能這個大會的時候發表第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就是主張要開源的，不能用閉源的，而且主張要多元化，不能夠單极體系，主張
反對美國所拉的歸和平，去排除其他的國家，應該採用這個包容萬象的這樣的一種海納百川的戰略。你想，剛好這樣的一個事件，會使中國大陸站在最好的道德高度，而且站在最有利的位置，能夠通過這個文件。那在這起事件發生之後，那我們也看說，那接下來的企業會如何做反應？他們會不會更擔心有關於這個美國 AI 的資安？那未來企業會選擇是說中美之間的 AI 大模型，他們都要使用嗎？那楊老師怎麼解讀？就到底誰是肇事者，誰是救火員，這個事件就已經很清楚了。但是過去其實一方面是美國把他自己的閉源的體系視為一種所謂叫做安全神話，那可是現在反而是證明，所有使用它系統的人不只是非常的貴，而且你幾乎沒有別的這種調配自己適合自己本身需要的這種空間。那現在呢，更糟糕的是，你可能面臨到這樣子的安全上的威脅，那反而是要去用當初被指控是可能肇事者不為接受，甚至貝森特最近才說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是怎麼竊取美國的這些資料的結果這個事件完全證明相反，這已經引起全球的科技界的注意。我們在新聞裡面現在都已經很清楚了，英文的新聞、中文的新聞，通通都出來了，這真的是一大諷刺。但因此，作為一個大型的企業第一個，其實中大型企業都是可能現在就是說，他們在一個開源的環境當中，你自己本身你不用離開你這個區域裡面，你的自己的資料的有效性，然後呢這個機密性你都可以掌握。那第二個就是它的這個成本，它的調配的特殊性一定比閉源的要好。那最重要的來了，那就是安全。所以一定会两邊都會去使用。兩邊都會使用的因素是因為在美國的環境，在西方的環境當中，它還是有這樣一個安全神話的這種 myth。那第二個就是它會有一些政府的要求，你不要忘記美國政府事實上是要求在開始越來越擴大，跟政府跟國防部有關的這些承包商，你不可以使用中國大陸的這些，不管是從製造的商品，甚至到未來的 AI 大模型，他們現在都已經這樣子思考，所以他必須要有這樣子的就是準備。那因此等於是做兩套東西，花2份錢，然後呢，但是最後他發現到要自保的最重要的一個機制，其實可能還是要走開源這條路。所以你就看到很簡單，最近美國的 AI 的這個 API 的提供者叫 OpenRouter，超過50%的美國企業現在已經都轉換使用中國大陸的 AI 大模型了。對，許多的美國開始使用了中國大陸的 AI 大模型，也是看好這個大陸的開源模型。那當中備受關注的，我們今天也會來講，就是中國大陸的 GLM 5.2跟 Kimi 衝上了全球第一梯隊。那美國科技圈也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先來看到幾位大佬怎麼說。第一位 OpenAI 總裁勉強稱讚說 Kimi 相當不錯，但是話鋒一轉又說可能涉及技術爭拗的質疑。Anthropic 接着也說了暗批中國的科技公司爭拗模型有問題。另外就是白宮的科技辦公室主任指控 Kimi K3 疑似是不是有利用輝達的 GB300 伺服器來訓練他們的模型呢？首先是白宮對於中國大陸的質疑到底有沒有這個直接的證據，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事情是剛剛我們講到這兩款大模型，包括 Kimi 跟 GLM 5.2，這個是智譜的，他們都站上了第一梯隊，真的只是靠單純的所謂的爭拗的一個技術嗎？那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個 OpenAI 的總裁他對於 Kimi K3 他的評論是相當不錯的模型，這很明顯的是一句很酸的話哈，而且他不只是這個酸，他還特別講說這個 Kimi K3 居然是偷用了這個 GB300 NVIDIA 的 GB300 的這個晶片，而且他還說是爭拗他們 OpenAI 的技術。什麼叫爭拗技術呢？就是說他認為說是這個 Kimi K3 用OpenAI 模型推演出來的結果來做自己的模型的訓練，也就是說他認為 Kimi K3 會這麼好，就是因為用 OpenAI 的技術來爭拗出來的。我覺得這很明顯的一句酸話了。你知道 Kimi K3 有多強嗎？我那天聽孫大千老師講，我才知道他有多強。他說他有2.8兆的參數，2.8兆的參數是什麼概念呢？以美國來講的話，如果說你有1000億個這種參數，已經算是很強了。
那 Kimi K3 居然有2.8兆這麼多哈。另外他講的是說可以有上百萬個 token。我覺得孫大千博士講的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道理。因為我們一般平常很難了解這個 token 的意義在哪裡哈。經過他解釋，跟我學會以後如果說我們今天舉例，我們去問一個這個 Kimi K3，我們把中國所有的美女全部都輸進去，然後再問他說豬八戒喜歡哪一個？我跟你講哈，他可以，因為他有上百萬個 token， 上文跟下文，他可以幫你推論出来豬八戒到底最喜歡是哪一個美女，你就知道說這個 Kimi K3的這種強度，這個模型訓練有多強。但是我們看到 OpenAI 的總裁哈，不管是他講說這個模型只是說，很好啦，相当不錯，或者是說，你是不是懷疑他用這個 GB300的晶片，或者是說蒸餾他們自己 OpenAI 的这种模型出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句酸話，越是這些酸話，越證明 Kimi K3 它的橫空出世。